这个机场是柏林的勃兰登堡机场，最初预计是在2011年启用，但是因为种种原因，直到2020年才开始真正启用，那真的是隔了很长的一段时间。而在这之前，柏林主要的机场是柏林泰戈尔机场。这个机场建造于1948年，是当时的法国占领区为西柏林建造的一座新机场。从1948年8月开始建造，到了年底就正式启用了。并且建造这座机场其实并不容易，因为大部分物资都是空运过来的。而执行空运任务的那个机场，这是柏林的 Tempelhof 机场，也是当时柏林空中廊桥的第一站，也扭转了柏林的局势。那么为什么盟军要饱和式空投物资到西柏林？德国又怎么分成东德和西德？柏林墙又怎么建立的？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柏林危机。1945年，二战结束，德国被美英法苏占领，并分成4个占领区。靠近苏联的东边主要由苏联占领，而西边由美英法占领。整个柏林都在苏联的占领区，但是因为柏林的政治意义重大，柏林就被单独拿出来，也分成4个部分。东边东柏林属于苏联占领区，而西边由美英法各自占领，并且在柏林设置了盟军司令部和盟军管制委员会。苏联在东德该拆的拆，该运的运，而在西德也要运送一些工业产品到苏联，来作为整个德国的战争赔款。虽然柏林整个都在苏战区，但是苏联和其他盟军之间还是达成了协定，德国的西边可以通过各种交通方式进出西柏林。而在对德国战后怎样重建，苏联和其他盟军产生了分歧。苏联其实不希望德国分裂，他希望德国能够成为一个类似于他周边国家一样的卫星国，作为他的势力范围，最次也可以有一个缓冲区。而美国方面当然希望德国实行和他一样的制度，把他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。就这样，两大集团就僵在那里了，历史上的冷战也就开始了。在这期间，小矛小盾不断，苏联这边就开始停止向苏战区以外的地方运输农产品，而美国就决定西德这边停止向苏联运送工业品。苏联就检查从西德开往柏林的列车，美国也开始一些反制措施。到了1948年，美英法与荷比卢6国在伦敦开了一场关于欧洲重建的会议，而这场会议并没有苏联，而他们所通过的伦敦建议，显然苏联是不会同意的。而这几国开会商量的就是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。关于德国的部分，德国目前的现状没办法改变，那么东德就没什么作用了，干脆把西边美英法的各个占领区统一，形成一个联邦政府，单独把德国的西部拉进马歇尔计划。而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货币怎么办？之前的帝国马克已经不值钱了，要纳入重建欧洲的体系，西边就必须要进行货币改革。但是一旦改革，东西两边的货币就不统一了，这一点苏联非常不爽。再加上之前开会也不带他，于是就在1948年的6月份，苏联退出了柏林盟军司令部和盟军管制委员会。而就在几天后，西方联盟就宣布德国的西部进行货币改革，发行新的德国马克。很快，新的货币在西边的3个占领区开始发行流通，在西柏林也一样。这个时候苏联就非常恼火了。苏联一直认为整个柏林都在东德范围之内，不管你东柏林还是西柏林，整个柏林就是它的势力范围，所以不可以有2种货币存在，只能用苏战区的货币。制裁不了德国西部，还制裁不了西柏林吗？于是苏联开始了制裁。苏联在1948年的6月24日夜间正式向西柏林停止电力供应，而仅凭在西柏林的发电厂是无法满足西柏林200多万人口的用电需求的。更要命的是，苏联切断了德国西部向西柏林的交通运输线，仅保留了3条空中运输线。苏联想的是西方集团的盟国先不带着他，伦敦会议也不邀请，所以只要伦敦的建议不执行，一起讨论德国的重建工作，不要单独在西边建立一个联邦德国，那就解除封锁。苏联觉得这个措施西方集团没有回旋的余地，西柏林几乎完全依赖外部支持。当时200多万人口，出了事情那就是你的占领区，如果你要拖，看拖到什么时候，你的小弟会怎么看？当然苏联也不是什么都不管，因为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整个柏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。在封锁的时候，苏联就希望各个占领区向柏林伸出援手，西柏林人可以去登记，分配到东柏林的一个区，然后就有相应的粮食配额。但是这一招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，因为东柏林本身的物资就没有那么丰富，还要被分配到西柏林当中，这导致东柏林和西柏林都不是很满意。再来看看西方集团，西方集团是预计到会有这样的一个措施，但是没想到直接封了，这里受得了吗？而且华盛顿、巴黎、伦敦各方的意见都不一样，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啊，整体反正乱得很。但总的来说还是有2种意见，一就是打，用军事力量，但是打吧，各国都很疲倦，也不想打，打也打不动。另外一个就是补充物资，但是没有路怎么办？还有3条空中航线。没错，还有3条航线。
交通是封了，但是没有全封，不过效果和全封也差不多。不仅是苏联这么认为，西柏林人也这么认为。估计过不了多久，整个西柏林就会全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。那苏联当然就更加自信了，就3条航线，难道你想空运啊？哎，就是空运。既然不想打仗，要想给西柏林物资，那只剩一种解法，就是空运。当时负责德国占领区的美方将军克莱就决定对西柏林进行空投。这项计划获得杜鲁门批准之后，通往西柏林的空中走廊就此打开。在1948年6月26日，第一架美国空军飞机就飞往了柏林的 Tempelhof 机场。既然是空投，如何保证物资量呢？首先，飞机数量得上去。当时在欧洲美军的飞机不够，调过来也需要时间，所以最初的主力是英国空军。为了最大限度地向西柏林运输物资，英国空军暂停了除柏林以外的所有空中交通，确保其他国家的运输机来之前对西柏林的物资保障。法国在干嘛呢？法国空军在欧洲没有那么多飞机，因为那时候法国跟越南还在打仗，只有零零碎碎的一些小飞机过来，帮不上什么忙。不过在地面上也有所贡献。法国的军事工程师带着德国施工队，在3个月内新建了一座机场，而这座机场的跑道因为缺少重型设备，多数是以手工建造的。这个就是前几年才关闭的泰戈尔机场。当时两国的施工效率可比现在要高出不少。拥有了这2座机场之后，随着后续飞机数量的增加，整个物资的吞吐量大大提高。飞机数量和机场建设都解决之后，这条补给线由谁来指挥？这时候另一位人物出场，就是美方的魏德迈将军。他当时正在欧洲，他是当时美国中缅印战区的司令，而在这个战区就有一条著名的驼峰航线。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可比飞到西柏林的难度要高多了，所以现在飞到西柏林的这个空中运输对他来说就是毛毛雨嘛。为了提高投放效率，整个运输计划该如何实施？这时候魏德迈就请出了副指挥官威廉特纳少将来指挥这次行动。这位特纳少将就是当时重组驼峰航线的具体实施者。然后他就开始展开视察工作。他发现运完货物之后，机组人员都会下飞机，在航站楼喝点咖啡，吃点点心补充补充，然后再回到飞机。这里的时间好像可以节约下来，于是特纳就禁止机组人员在柏林期间以任何理由离开飞机。他弄了几辆车改装成移动的小吃店，在卸货的时候，由这些移动小吃店将食物分发给机组人员，卸完货之后就直接走吧。这是地面部分。在空中的部分，特纳采用了不同高度叠加的梯子运输方式，每3分钟一班飞机在同一航道的3个不同的高度进行飞行，同时飞足一定小时数量之后，一定要进行检查，确保飞机的安全飞行。柏林地面的接应几乎都是当地的平民组成，卸货、维修一系列的工作，随着飞机架次的增多，操作越来越熟练。就这样，经过2个多月的空运，到1948年8月底，整个运输团队平均下来每天飞行超过1500架次，日均运送货物超过4500吨。到了1949年1月，美军新的运输机投入进来，把日均运输量推到了5000吨。西柏林人看到越来越丰富的物资，由起初的绝望到现在充满希望。而这波操作也让苏联完全看不懂。再加上对西柏林封锁开始的时候，西方集团就对整个东欧集团实行了禁运，这让东德和苏联的损失也很大。这样一比较，西方集团因为空运而产生的支出好像也还能接受。就这样，在西方集团猛烈的空投之下，苏联最终愿意解除封锁，4国坐在一起重新开始谈判，最终是以西方的条件达成了和解。1949年5月12日凌晨，苏联正式解除对西柏林的封锁。尽管如此，飞往柏林的补给航班还在继续，因为西方集团也怕万一又封了怎么办，只不过取消了夜间和周末的航班。在累积了足以支持3个月生活的物资之后，这场柏林空运于1949年9月30日正式结束。美英空军总计空投了200多万吨物资，其中2/3是煤炭，航班数总计近30万次。而当年忙碌的 Tempelhof 机场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园。现在这个机场就是个公园，那上面可以开车、骑车。跑道都还在。这场柏林危机带来的后果就是东西德正式建立。1949年9月20日，西德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，定都波恩。美英法3国管理德国的外交、外贸和国防。而同年10月7日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东德建立，定都东柏林。苏联管理东德的外交和外贸。第一次柏林危机结束，德国就进入了东西德时代。虽然两边都不承认，当时苏联的领导人是斯大林。既然封锁柏林都没有用，那就发展经济吧。当然，小打小闹还是不断的。当时的情况是，西德发展要比东德要好，西德挣的也多，
物资也丰富，东德呢相对物资少一点，而且很大一部分要交给苏联作为战争赔款。但是东西德两边的人员还是自由流通的，这对东德的经济发展也是有利的。东德物资少，但是价格便宜，所以很多人其实来回流动。工程师、知识分子多数还是跑到西德去了。刚刚说了，挣得多，物资丰富，生活水平也高，所以导致东德大量的人才流失。就1945年到1950年之间，就有100多万人从东德跑到西德，里面又是工程师知识分子居多，这对东德的经济影响是巨大的。所以苏联看不下去了，不仅实施了移民限制，而且从1952年开始就关闭了东西两德的边境线。但这里有一个 bug， 就是柏林，因为柏林是4国共管的，所以可以自由出入。那很多人就是先到西柏林，然后从西柏林再到西方，而且苏联明面上也不好参与更多，于是在1955年的时候，把整体东德的控制权交给了东德政府。而从1956年起，东德政府就停止了所有东西德的旅行。1955年还发生了一个事情，让苏联比较气愤的，就是西德加入了北约。苏联做出了反应，就是迅速集结东欧国家组成华沙条约组织，就是华约，来对抗北约。而且苏联觉得估计也就这样了，所以呢，后续也没有大的冲突，直到1958年。1958年，赫鲁晓夫全面掌管苏联，他对于德国问题的态度也就是基于现状，承认西德，并且还希望西德能够为东德的发展提供帮助。总的来说，刚开始还可以，但是美国这边看你挺好欺负，就在西德部署了导弹，这让赫鲁晓夫很不爽。加之当时苏联整个航空还有军事的发展非常的蓬勃，于是重新提出了柏林问题。还是老样子，希望西方集团全部从西柏林撤军，让柏林成为一座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，并且赫鲁晓夫态度十分强硬，给出了6个月最后通牒，如果西方集团不撤出，就别想着在西柏林自由进出。这时候西方集团的几个国家意见又不一样了。首先从军事的角度来说，北约认为西柏林没什么价值，还耗费精力，但是从美方的角度来看，在柏林有一块自己的地方，而且驻军，这个象征意义是非常巨大的。法国的态度还是一样，不动真格的时候非常强硬。西德的立场肯定是强硬不谈判，但并不重要，反而英国是服软的。毕竟可以理解，在柏林空运的时候，把英国皇家空军折腾得够呛。于是在1959年初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访问莫斯科，与赫鲁晓夫进行会谈。这之后4国的外长就举行了为期3个月的会谈，尽管没有什么成果，但是表明了可以坐下来谈的态度。于是赫鲁晓夫就撤销了最后通牒，并且在当年9月访问美国，与美方的艾森豪威尔进行谈判。当然也没有谈出什么成果，但是大家一同约定，在接下来的巴黎峰会上继续对话。到这里，第2次柏林危机基本算是结束。很多人会把第2次柏林危机跟第3次柏林危机算在一起，因为他们时间非常接近，原因也有很大关联性，因为美国人把苏联人给耍了。本来谈得好好的，但是到了1960年5月，巴黎峰会的前几周发生了 U2 侦察机事件，就是美国派了一架 U2 侦察机在苏联领空转悠，被苏联击落。一开始的时候美方还否认，苏联就一点一点放出照片，美国还不承认，最后就放出了飞行员。那美国无言以对，但还是拒绝道歉。赫鲁晓夫就非常生气，那巴黎峰会还谈个毛？两方看彼此都很不爽。到了1961年的6月，美苏两国在维也纳峰会上碰面，矛盾点依然在柏林问题上。赫鲁晓夫再次发出最后通牒，要求西方武装部队全部撤出西柏林。第3次柏林危机开始了。当时肯尼迪新上任，怎么可能服软呢？结果那肯定是一样，什么都没谈成。这时候东德民众通过西柏林逃到西德，这种情况越来越多，东德政府也希望苏联能够加强对东西柏林边境的管控，于是就有小道消息说柏林又要封锁，但是东西两边目前为止还是自由进出。但就在1961年的8月12号，东德领导人瓦尔特·乌布里希签署了在东西柏林之间建造隔离墙的命令。很快，在8月13号的早晨，西柏林边境就已经完全关闭，东德军队和工人开始拆除街道，准备建造隔离墙。为了防止骚乱，苏联也派军队驻扎在柏林，而美国对此也反应非常强烈。肯尼迪下令将大批的部队派向欧洲，美方要求东西柏林要自由进出。到了同年10月，美苏两边的坦克军队就在柏林的查理检查站发生了军事对峙。最终两国进行紧急对话之后，意见达成一致，这是苏联先让步，让坦克撤退，美方的军队才撤退。而对于柏林墙，西方集团采取默许态度，美方认为建墙和战争选一样的话，那建墙更稳妥一些。于是冷战的重要标志性建筑柏林墙就在两大阵营的第一线建立。